在3升体积以下的迷你主机里 ，ROG Luck 20周年版就是目前最强，没有之一。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Ultra 9 290HX Plus 处理器和 RTX 5090移动独显的迷你电脑 ROG Luck 20周年版。上个月我们才为大家介绍了 ROG Luck 2026，它不但可立可握，还可黑可白。顶级的24核英特尔移动 CPU RTX 5080M 独显，拥有最完美的各类接口，这是今年我们认为顶级的 3A 游戏迷你主机。1个月以后，更强悍的 ROG Luck 20周年版迷你主机来了。ROG Luck 20周年版相对于 ROG Luck 2026，最主要的升级是独显，升级为带 24GB 显存的 RTX 5090M， 这是目前最顶级的移动独显。我们先来玩游戏，地平线5 4K 极端画质，打开2倍钢锯齿，不开 DLSS， 普通场景130多帧，复杂场景接近110多帧。地平线6 4K 极高画质加光线追踪，打开抗锯齿，不开 DLSS， 只有接近40帧。我们打开 DLSS， 选择画质，也就是质量模式，提升到50多，接近60帧。开启正生成，接近170帧。真心说，地平线6对显卡的要求算高的了。荒野大镖客2 4K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81帧。古墓丽影暗影 4K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112帧。赛博朋克2077 4K 超级光追画质，没开真生成，我们来泡性能测试。平均帧67帧，最低帧61帧，算流畅。打开多帧生成，同时也打开6倍固定帧生成。平均帧250帧，最低帧232帧，超级光追没问题。最后我们来测试黑神话悟空 4K DLSS 超采50，画质全影4级，不开真生成，平均帧59帧，开启真生成，平均帧174帧。我们打开超高光追，没开真生成，只有43帧，开启真生成136帧。实战一下。是个不入流的马匹，出来！这就是 NVIDIA RTX 5090移动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这块显卡的性能算是我测试的所有迷你主机中最强大的了，它基本上可以畅玩 4K 3A 游戏。从酷大核心看， NVIDIA RTX 5090移动版有10496个，显存带宽900G。我们现用 Fermac 单烤 RTX 5090M 移动版，满血接近175瓦。再加入 CPU-Z 双烤， CPU 性能释放平均达到了145瓦，两者加起来峰值的时候有320瓦释放，厉害。我们跑了 3D Mark 测试、Time Spy、
25723 Firestreak 51949 Steelman Knight 203.77 fps 稳定度 97.8%。 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是我们测试的最强移动独显，在所有测试成绩都登顶第1名。900G 带宽的 RTX 5090移动版，我们也跑了拉玛3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探测色编程，结果是 115.44 token 每秒，又登顶第1名。24GB 在移动独显里算大显存，我们也跑了千问 3.6 27B Q4， 在推理模式下达到了 34.23 token 每秒，这个速度应该能很好的在本地跑 OpenClaw 小龙虾了。ROG Lock 20周年版装置 Intel Ultra 9 290HX Plus 24核24线程移动 CPU， 装置 NVIDIA RTX 5090 Laptop 移动独显， 24GB GDDR7 显存， 64G 或者 128G 的双通道 DDR5 内存，6400兆赫兹 M.2 PCIe 5.0 和 4.0 的 NVMe 接口，5屏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7， 和 ROG Lock 2026一样，有相同的巨大包装。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电源线、可拆卸变身的底座、ROG 20周年的贴纸、说明书。这超级板砖大电源是20伏19安，一共380瓦功率。金色的 ROG 标志，这里的败家字眼也是金色的，2026版是红色的。这里有20 ROG Future 的金色字样，外形和 ROG Lock 2026不同的就是这特别的黑金配色，镂空的 ROG 英文。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接口、USB 3.2 金2 C 口、双 USB 3.2 A 口 10G BPS。 后面板20伏巨型 DC 电源接口，双 HDMI 2.1 接口，双 DP 2.1 接口，雷电式接口能输出 DP 信号， 2.5G 网络接口，4个 USB 3.2 金2 A 口 10G BPS， 双侧后部、顶部、底部都有通风口。拧松这口螺丝就可以徒手开盖，来看看内部接口。注意神光同步 LED 的电源线还连接在主板上，要点亮玩家国度的神光同步标志全靠这根电源线。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可以支持6400兆赫兹，它也支持 CSO DIMM。 取下来看一看，单条海力士 32G CSO DIMM 6400兆赫兹，一个 2T 的 M.2 PCIe 5.0 的 NVMe SSD， 右侧下还有空余的一个 4.0 的 NVMe 插槽。这里是 WiFi 7无线网卡。这是 BIOS 简易模式，可以看到我们的 290HX Plus CPU。 按 F7 进入进阶模式，这里显示预装了6400兆赫兹的内存，双 32G 一共 64G， 可以设置性能释放。这里可以设置来电置起，也可以在奥创中心设置性能发挥模式，安静70瓦，性能140瓦，增强150瓦。我们本次测试以增强模式来进行。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2分45秒之后 CPU 功耗从平均160瓦下滑并稳定到平均150瓦左右，整机功耗从240瓦降低到230瓦， CPU 频率运行在 4.4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1小时05分钟内， ROG Lock 20周年版的 CPU 功耗保持在平均150瓦左右。室温28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91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7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 50.5 度，这散热非常好啊。我们首先使用 ROG Lock 20周年小主机的 Ultra 9 290HX Plus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5分29秒，共计329秒。这个成绩创下了所有迷你主机的最佳排名第一。ROG Lock 2025版的成绩是365秒， ROG Lock 2026版的成绩是347秒。 CPU-Z 多线程 17700.4， 单线程 900.4， 多线程性能在所有迷你主机排名第二，仅仅次于同宗兄弟 ROG Lock 2026。 Geekbench 5多核 26533， 单核 2325， 多核成绩登顶第一名，超过了其他所有迷你主机。 Geekbench 6多核 21895， 单核 3171， 多核成绩排在所有 X86 迷你主机第一名。 Cinebench R23多核 39959， 单核 2396， 多核成绩只比最强的 Max Plus 395和 ROG Lock 2026低了一丢丢。 Cinebench 2024多核 2218， 单核 138， 多核成绩登顶所有迷你主机第一名。 Cinebench 2026多核 8930， 单核 573， 超过了最强的 Max Plus 395型号，也超过了同宗兄弟 ROG Lock 2026，登顶第一名。 Passmark 多线程 66279， 单线程 5071， 多线程排名所有迷你主机第一，超过了 Max Plus 395，超过了 ROG Lock 2026。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ROG Lock 20周年版的 290HX Plus CPU 的性能是所有迷你电脑中最强的。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266万零390， CPU 得分121万零865。原厂美光 NVMe 硬盘测试12000兆 B， 达到了 PCIe 5.0x4 的水平。 ROG Lock 20周年版装置了英特尔 Ultra 9 290HX Plus CPU 和 NVIDIA RTX 5090移动独显， CPU 150瓦的性能释放， GPU 满血17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考试整机功耗超过了400瓦，待机最高功耗42瓦。按上面这些结果，380瓦的板砖大电源的容易度还要有啊。室温28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52度， GPU 待机温度46度， SSD 待机温度46度。这台小主机增强模式下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7分贝，收回在耳边是46分贝。我们也设置了性能模式和静音模式，各跑了 FPU 单考。性能模式 CPU 性能释放在140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在70瓦。ROG Lock 20周年版装置了 Ultra 9 290HX Plus CPU 和 RTX 5090移动版独显， RTX 5090 Laptop 能到175瓦的性能释放， CPU 能达到150瓦的性能释放。相比 ROG Lock 2026，它有了小小的进步，总体巅峰 CPU 加 GPU 功耗达到了320瓦，这是目前迷你电脑的最顶峰。这次不但 CPU 还有 GPU 还有综合性能，它都是迷你电脑中的最强者。接口配置和 ROG Lock 2026相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M.2 PCIe 5.0 和 4.0 双 NVMe 存储，最高5高刷显示输出接口， NVIDIA RTX 5090 Laptop 175瓦的满血功耗释放，迷你电脑中最顶级。20周年版独特的黑金双色的外形非常好看，缺点吗？没有，有就是我的荷包不够宽。总结一下，增强模式下 CPU 性能150瓦的性能释放， GPU 175瓦满血性能释放，整体峰值能达到320瓦，性能轻松登顶，设计做工非常好，散热优秀，静音稳定，各种接口齐全，接口兼容性高，
CPU 性能、图形性能、接口、做工，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ROG Lark 20周年版是目前最豪华的独显迷你电脑，这是一台最顶级豪华的 3A 游戏迷你电脑，适合真不差钱又需要使用迷你电脑玩 3A 游戏大作的朋友们，也适合有创作需求的朋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